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2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0.25，收盘价是233.1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0.82，最低价是在229.55。但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，并且也在1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05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的反弹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下，最低是回踩到230附近。然后收盘价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，那也在1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我们看到这样一根 K 线说明股价在盘中出现了向下反转。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成交量，较前一交易日虽然是量缩，但是相对之前的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近3个交易日成交量都是比较大的，那说明呢股价在这个区域出现了大量的换手。那么我们说通常在相对高的位置，如果出现一个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直涨的 K 线。那日后如果股价要继续上行，那在这里我们说的叫反弹，如果能够继续反弹，那日后股价必须要站上这根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40.82。那站上它，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，否则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这个上涨我们说的是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42附近，也就是说要突破我们定义的这第一个目标。然后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2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8月22日收盘价是在233.19，出现的是小幅的上涨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就是出现这样一根 K 线是一根直涨的K 线。同时我们会看到这个直涨的 K 线最高是在我们定义的这个第一个目标，实际上也就是这个连3红下跌动能的最高，在241附近，在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，也就是出现了直涨的 K 线。但是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1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出现直涨 K 线呢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后续的下行。那对于8月2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13，
也就是在8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跌破它就是要维持自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再次出现底底低，对。那么我们说，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呢，5日均线值和下方的这个缺口将会成为支撑。然后一旦它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0整数关口。在到达200整数关口之前呢，这条趋势线，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底高的上行趋势线，这条趋势线和25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。好，那接下来的目标，我们等股价跌破了这个212，我们再来讨论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的上行，现在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上方的241附近，是这个连三红的下跌动能的K 线组合的最高，同时也是这根直涨 K 线的最高。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在当日这个 K 线就是遇到了这个连三红的最高，而遇到压力出现的反转向下。那241呢，站上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是瓦解连三红的下跌的动能，这个 K 线组合，还有一个目前出现了直涨 K 线，那站上它，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。所以这是241，现在定为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的原因。好，那么一旦站上这个位置，股价我们说会继续反弹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52，252只是一个前面 K 线的最高，或者我们称作叫前高，但是站上它的目的，实际上股价也就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。那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，是目前股价是在高位回档，现在出现了反弹。如果出现的这个反弹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呢，那我们说这个股价叫回档成功，或者叫止跌成功。那股价会建立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实际上现在已经是对于单一 K 线已经是短期多头，也就是头高，这是头高，低高，对。那么一旦回档成功呢，建立一个短期的多头，股价会继续上行，对，所以这是要站上252的一个原因，把它设为第二个目标的原因。那这个目标如果被站上呢，接下来我们说前面 K 线的最高都是压力，那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299.29。那股价要重新站上它的目的，就是要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我们会看到，在这里有头高，下方已经是有如果是在这一波反弹站上的话，这下方是有底高，对。所以这是。换句话说，目前股价只要上行，它的目标就是299.29，或者我们称为叫300关口。对，好，那这是股价日后的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2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在前一期视频也就是8月22日盘中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32附近，也就是前高。对，说在前高上方运行，股价是很容易收高的。好，那么对于8月23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31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231。好，231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的下限。
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？就是在8月23日，如果股价能够在10日均线值的上方运行，才能够收高或者说是也就是说有可能会继续上行，或者是横盘。否则，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31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低，对，会回踩5日均线值。这是我们把它设为日内观察线的原因。好，那这是日后走势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虽然在前高的上方，在10日均线值的上方，但是在这个位置对于叫多头或者强反弹，现在提不上强反弹了，对于多头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的。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说明当中都说了，虽然股价，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是大幅的反弹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给出强反弹的建议，是认为它有可能会是一个休息的 K 线，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对，那第二根 K 线呢，我们也没有给出进场做多的建议，因为这个虽然是这么大的涨幅，成交量是大的成交量，但是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并且它并没有站上这个连三红的下跌 K 线组合的最高，所以没有给出。那到了8月22日，我们会看到当日出现的是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。然后也是在上方的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了，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下，所以在这个位置也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。对，我们要等日后股价能够站上这个241，甚至是站上20日均线值之后，我们才能够考虑做多进场。好，这是多头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8月23日开盘机会有空头进场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有空头的力量介入了，它是守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对，那么在8月23日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下方的212，当然。首先是要先跌破5日均线值，回补这个缺口，这是空头的目标。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还是在241附近这个位置。或者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了继续向上反弹，在到达20日均线值之前，在这个区域一直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对。也就是说，对于空头来讲，它是守20日均线值。那股价一旦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，应该会有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对，因为可能会有空头的回补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样的空头的分析，我们说空头目前是守20日均线值，而多头目前是要守5日均线值，对，225。好，那空头的位置对于8月23日是在24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附近是241，也是我们设定的第一个上行的目标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243到244之间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52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31到
233附近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25一直到228。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，是217到220。当然，下面还有一个支撑是21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是要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2.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44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2附近。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23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下行。如果是下行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6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2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7.5附近。股价下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对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我们给出的2个方向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3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1附近。对，也就是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。如果股价既不继续反弹，也不出现下行，我们认为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向下，收盘价在231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